开始了。刚刚呢，我刚刚之前在拍这个视频之前，我做了一个测试哈，但是我当时拍的时候，我忘了把这个调为这个直线的这个默认硬度哈。我们一般做测试还是以这个直线的这个默认的这个硬度来测哈，一条直线默认硬度的时候我们来测哈。我们现在在 PS 里面 A4 大小哈。A4 大小，300分辨率，啊，缩放比例是83%哈，200大的笔刷，我们来试一下，其实还是可以的，对，虽然它这里尖它没有挖炕那么尖，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。还行吧，对，我们评价一般都会只会评价成还行吧，只有挖炕我们会评价为特别好，还是可以的，看到没有嘛？它这个比起之前来说的话，还是要好很多了。这里我现在还是用的这个200笔刷，你看我这里勾圈圈也能勾得出来，还是比较尖的。虽然说它达不到挖炕那种感觉特别尖那种。特别就像一根线一样过来那种挖炕，如果你用挖炕的来测试的话，它就会是像特别尖的一根针一样那样子过来的。这个国产好像现在好像确实是达不到，但是基本上还是挺尖的，我觉得还是挺尖的哈。然后大笔刷写小字基本上勉强可以做到哈。PS 里面还是可以做到，只是说它写不出来挖炕那个那么细的线哈。网友要求我按照这个来测哈 ，A4 大小，300分辨率，200的这个笔刷压力印边缘印圆边，还是可以写得出来的，看到吗？这个字至少还是认得出来，只是说没有那么细。你像挖炕的话，它那个可以画出来特别细的那种细线哈。基本上还是可以的，对。PS 这个算是通过了吧？我觉得这个肯定算叫通过了，还是比较尖的。我觉得这个尖还是比较不错的，还是挺尖的这里。你毕竟别人这个比挖炕那个便宜多少啊？你连半价都不到。你觉得挖炕做一个19寸的，它会卖什么价格？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觉得挖炕做19寸的，它会卖什么价格？你看到没？这儿还是挺尖的啊，就算是不错了。别人这个价格，说实话，这个达到个挖炕的90%功力也没有什么问题嘛。这个基本上在这个尖这一块都能达到挖炕90%的表现了，只是说没有它那个那么完美而已。这个挺尖的呀，怎么不尖呢？我觉得就挺尖的。好的，通过了哈，不错。好的，各位网友们，大家好哈。我们继续进行 CSP 的这个测试哈。现在是缩放比例100%，然后还是 A4 大小，300分辨率哈，还是这个。我们现在调到600哈。我刚刚其实试了一下，CSP 里面的话没有刚刚那个。还行吧，还是可以的。这里还是因为这已经是很苛刻的测试了哈。我想说的是，大家也都可以把自己手里的挖炕数位屏按照这个一样的来试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挖炕会是什么样子的。这里你看吧，还是很尖的哈。这个看你手部怎么去运作。挖炕那个是在 CSP 里面哈，挖炕那个是要完美一些，但是毕竟大家要知道 CSP 有挖炕的股份哈，挖炕是入股了 CSP 的母公司的，我觉得他表现的好一些也要正常一些吧。他表现的还不如辉煌，难道不奇怪吗？你都入股了别人了，而且比别人这个贵那么多，还是可以的。看到没有？这儿还是挺尖的，好，还是很尖的，这里还是可以的。虽然确实是达不到挖炕那种程度，但是基本上还可以了。你原来那个尖基本上都看不出来什么尖，你这儿基本上还是能看得出来尖的。
还是可以的。哎，刚刚怎么好像又，对，还是可以的。怎么一会儿感觉一会儿，对，基本上还是可以的。但是大笔刷写小字好像在 CSP 这个条件下 ，A4 100%分辨率，大笔刷写小字好像很勉强哈，这个很勉强。这个在 CSP 里面这样子有点勉强哈。对，这个有点勉强哈，实话实说讲有点勉强。但是你说这个尖不尖的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尖的。在 CSP 里面跟Wacom的这个差距相对明显一点。好，我们再换到800试一下，还是可以了，看到没有？还是有的，尖还是有，还是有尖的。只是说比起Wacom，始终还是在 CSP 里面差别要大一点点，基本上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，还行吧。在 CSP 里面确实比起Wacom要稍微逊色一点，但是大家要知道，Wacom有 CSP 的股份，而且Wacom比这个贵很多，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基本上有的。咱们还是要为惠王鼓个掌的，还是可以比起以前要好很多。只是毕竟这个已经是800的笔刷了嘛，对，还是可以的。好的，结束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是在 Krita 里面哈，我们选择的是这个基本笔刷5号哈，然后我们的笔刷开的是1000的大小，很大了哈，然后是 A4 300分辨率，还是那个哈，缩放比例100%，然后我们来试一下哈，还是挺尖的。其实 Krita 里面表现是最好，实话说讲，在 Krita 里面表现最好。我感觉各家的这个数位笔都是在 Krita 里面表现最好。这个 Krita 里面是肯定算 ，Krita 里面肯定是算通过了的。这个就叫很尖了呀，这个已经很尖了，看到没有？这里，而且大笔刷写小字也是绝对可以做到的。来试一下大笔刷写小字呢，可以做到哈。我已经记不清楚Wacom表现什么样子了，但是我表示惠王这个也是能做到的。对我来说哈，在我的理解当中，我个人觉得这个就算是很不错的了。这个已经很尖了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压感变化的顺滑度也还不错，可能比起Wacom的稍微差一点点吧，但是至少在尖这个部分绝对是比以前好很多了，很尖了。我觉得这个 Krita 里面，我觉得这个在 Krita 里面就算是很尖了。对，再试一下嘛，挺好的这个表现。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下笔的时候本身喜欢我的那个空力控的不是很好，我下笔就会突然变重一点点。但是总的来说，至少在这个有没有尖这个，我觉得算很不错了。你看这个，我觉得挺不错的，我觉得不错哈。对我来说，对于我这种半个小白跟小白差不多的来说，我就觉得这个就叫很不错了。我怎么试我都觉得挺满意的，很尖，而且变化顺滑度也还不错的。我表示Wacom还是应该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回事，我有误触了一下吧。我表示Wacom还是应该要有一些压力了哈。我表示这个已经能够给到Wacom一点压力了。可以哈，不错，好，通过。好的，今天来给大家现在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外观哈。对，我感觉这一次的这个还是很扎实的那种做工吧，对，还可以，还是不错的。
我感觉比我之前用过的那个16寸那个感觉用料有一些提升吧，我感觉好像用料有提升，因为这个材料这方面我也不是那种特别权威的专家，但我感觉比我之前用过的那个16寸4K 版的那个，我感觉要手感上要扎实很多了哈，要好很多，而且惠王家也是没有风扇的，这个其实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，其实惠王家是没有风扇的，惠王它也是无风扇结构哈，我一直觉得蛮奇怪的，为什么挖康一定要给自己里面加一个风扇哈？我觉得挖康可能或许也不是做不到吧，也有可能是有什么原因，或者为下一次的更新留更新点哈，它还是这样子的两个角。总的来说，外观方面惠王也还是可以吧。当然，你说这个外观做工跟用料最好的是那个汉王的高端线马蒂斯哈，最好的那个做工、用料、选料那种工业设计最好的，我个人觉得是马蒂斯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。然后这一款是19寸的屏，我的那位朋友他想把它出掉哈，因为他觉得这个尺寸有点小了。他是线下店买的，而且当时给他申请的那个特殊优惠、快速通道、快速发货的通道加特殊优惠，所以说他这个不能随意退货哈，不能无理由退。他想换一个大尺寸一些的，所以就是这么回事。如果有看上了的网友哈，可以私信一下我，香说全什么都在哈。它的这个边框也还是比较窄的，因为在窄边框这一块，我觉得它的这个边框应该跟那个 DTH271的那个边框差不多吧，但是它这个是19寸的嘛，如果说还要比这个做的更窄的话，应该就是对这个技术会有一些要求哈，对这个算法，就这个边缘定位的这个算法会有一些要求。但是总的来说，我觉得它这个边框还是算比较窄的。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屏幕那些，我刚试了一下，也还是不错的哈。挺早之前我就听说马蒂斯要出数位屏了，一直非常期待，每天守着账号卡点关注新品图透，最终出来的产品也确实没有让人失望，高端旗舰感十足，尤其是那个快捷键遥控器夹更是让我眼前一亮，因为之前我在看其他博主测评惠王 Canvas Pro 24 4K 数位屏的视频里就提到了，惠王的那个快捷键遥控器不太好放，毕竟24寸这个尺寸还是挺大的，直接放桌上手指不太好按。我当时恍然大悟，原来可以这样子来解决，通过一个可拆卸的基座将遥控器和数位屏连接起来。我立马就在想，其实惠王这个24寸也可以给遥控器做个基座嘛，使用体验会更佳。刚好这段时间有粉丝托我寄卖他的 Canvas Pro 24 4K， 事不宜迟，直接开整。最后做出来的最终版样品也没有让我们失望，确实直接就可以完美使用，只是因为惠王这款屏把 I/O 接口全部开在了正上方，所以这个夹子没法夹在正上方，其他都很好用。有了这个夹子，无论你使用什么支架来摆放，无论你把屏幕按什么角度倾斜，都可以很方便的使用遥控器了。最后频道正式开启众筹，如果你正在使用惠王的这款24寸屏，或者准备购买这款屏，可以私信博主，大家一起开团众筹，肯定是一次打越多越便宜，只要2位数的价格，用个好多年都没问题。各位艺术家们赶紧私信我开团吧。